身价千亿的霸道女总裁厌倦了大城市的生活节奏，竟然花光所有积蓄在农村购买了千亩荒地，并把它打造成自己的梦幻庄园。为了增添农村生活的乐趣，她还打造了一套休闲娱乐设施，过上了惬意而且向往的田园生活。为了逃避渣男公子哥的无脑追求，小燕子来到了前阵子购买的一个山头，打算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。从小就爱好野外生活的她，在夜幕降临之前搭建一个庇护所简直就是小菜一碟，用竹子在周边规划出庇护所所需要的范围，并用工程线围着竹子缠绕一圈做好标记。接着在标记好的地方分别挖出孔洞之后，就来到了旁边的大树下。这棵比大腿还粗而且笔直的大树用来充当支撑柱最合适不过了。等他收集到足够的原木之后，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了。简单的休息过后，小燕子又开始忙碌了起来。首先用手锯开始对原木进行加工，处理完这些支撑柱并且把它们安装在孔洞中之后，就可以开始着手安装房屋的整体框架。用野生铁丝捆绑牢固安装出底部支撑面。由于房子是用悬浮式的设计，所以屋顶和地板的搭建用万能的竹子即可。在荒野五金店收集到足够的竹子后，小燕子马不停蹄地开始搭建屋顶。毕竟在夜幕来临之前搭建一个庇护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所以小燕子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。屋顶采用的是人字形结构来安装，这样不仅可以遮风挡雨，还能使其更加牢固。等她安装好屋顶框架之后，都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，所以小燕子也顾不得休息，直接就把主板按照一定的间隔安装在框架上，做出屋顶的支撑面后，天空也开始慢慢暗了下来，所以小燕子不得不先提前做好2个竹筒饭。在等待美食的过程中，小燕子也没有闲下来，把主板安装在框架上。工作相当麻利的霸道总裁果然名不虚传，3下5除2就把地板铺设完毕。小燕子为了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，她还带来了新鲜美味的牛肉，把它做成了烤串，并且放在火堆上烤了起来。没多久，香喷喷的烤肉和竹筒饭也可以出锅了，一口米饭一口烤肉，这配搭简直就是太美味了。这霸道总裁也太会享受了吧！女人在大山打造了一个梦幻庄园，并且独自搭建了一个水力发电站，这生活简直让人太羡慕。小燕子为了能尽快入住新房子，她一大早就找来了一批棕榈叶，屋顶的铺设采用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棕榈叶，毕竟大山里的棕榈叶多到根本用不完，把棕榈叶一片一片的捆绑在支撑面上。为了使房子看起来更美观，小燕子用砍刀把垂出屋檐的叶子处理掉。由于房子是悬浮式结构的，所以小燕子决定先搭建一张阶梯，方便上下，用铁钉固定牢固，安装出阶梯的模型框架，最后再安装上扶手，就完成了阶梯的搭建。时间来到了第2天，小燕子在附近找到了一处水源，她准备在此利用水来修建一个发电站，用木板组装成一个长方形的水渠，再把它安装在一个合适的位置，并用防水材料安装在河底，导致周边的河水都引流进水渠里。接着取来了提前准备好的发电机，把电灯另一端的线连接到发电机上，并把它挂在临时的树丫上之后，就可以把发电机安装在水渠的出水口中完成测试。当灯泡亮起的那一瞬间，小燕子也露出了微久的笑容。有了这套照明系统之后，晚上再也不会害怕周边乌麻漆黑了。把电线挂在高处以防野兽的袭击，把电线拉到房子中并且捆绑在框架上，最后把灯座组装好之后，小燕子把它挂在横梁上，接着插上电源，灯泡马上亮了起来，结果还是挺满意的。四面透风的房子并不能保证小燕子的安全，于是她决定先把墙壁搭建出来，用一些方木安装在框架的底部，接着在方木中开出卡槽，利用榫卯结构解装出墙壁的框架，这样好方便后续木板的安装。把墙壁的所有框架都安装完毕之后，就可以正式铺设木板了。把木板平整的铺设在框架上，2面墙很快就被他修建了出来。有了前面的工作效率经验，第3面墙壁在预留出门和窗户的前提下，也很快就修建了出来。最后小燕子取来了一些木板，把木板严丝合缝地卡入框架中，并用铁钉固定牢固。以小燕子麻利的手脚来看，搭建墙壁根本不需要多长时间，3下5除2就完成了今天的工作。随后他来到了旁边的菜园，准备采摘一些新鲜的蔬菜作为今晚的食材。时间总是流逝的那么快，采摘完食材，天空已经暗了下来。当他坐在桌前处理完这些食材之后，香喷喷的烤鱼也可以上桌了。看着这外焦里嫩的草鱼，小编肚子也饿得呱呱叫。这么丰盛的晚餐搭配这么漂亮的夜景，这生活也太享受了，简直不要太惬意。真正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？是闲下来时坐在打造中的庄园吃上自己种的水果，还是高兴时亲手制作一份美味的食物？新的一天来临，暴风雨后的空气让人心旷神怡。小燕子的木屋已经搭建完毕，但木屋周边的位置实在太空旷，为了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，
小燕子不得不放下手头中的工作，先搭建一道围墙来保护自己的小院，用竹筒沿着规划线安装出支撑柱子，随后把竹筒劈成4份制作出竹板。等她收集到足够的竹板，并且把竹节处处理干净之后，就可以开始着手编织篱笆墙。把竹板整齐地铺设在地上，并且用铁钉固定牢固之后，一面2米高3米长的篱笆墙就毫无征兆的就制作完了。之后再把它固定在支撑柱上即可完成。当然，工作累了也可以坐在小院中喝喝茶、吃吃点心啥的。吃饱喝足后的他也可以继续工作，这不就是所有人都想要的生活吗？在小编的吹鼓煽动下，小燕子很快就把一半的篱笆墙搭建了出来。虽然正面的篱笆墙也是按照前面的步骤把支撑柱安装好，但墙壁的结构是有所区别的。首先要用水泥砖砌一道地基，接着在地基上编织一道有间隔性的篱笆墙，这样不仅增加它的牢固性，还使其更加美观。完成了今天的这些任务后，小燕子准备结束今天的工作。毕竟劳逸结合才能使心情愉悦。工作累了，不妨坐下来慢慢享受一番，例如采摘一些自己种植的水果，并且把它做成一道美食，静下心来慢慢感受一下生活，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由于冬季已经进入了倒计时，所以小燕子也加快了庄园的修缮工作，想把它打造成自己的梦想之家，则需要自己的亲力亲为，把水泥和沙子搅拌均匀，并且加入山泉水。小燕子为了使小院更加有美观性，她将要在木屋门前建造一条硬化的小路，用砖块修建出小路的锥形，两边则修建出2条花坛，之后用来种植一些花花草草。可见小燕子的构造思路果然如此清晰。把花坛修建完毕之后，小燕子就开始着手把小路也进行硬化处理，只需把水泥倒在地上，并且平整的铺开，再用模板打磨光滑即可完成。为了使湿路更加美观，小燕子还在小路镀上了一层小石子，这样平常走在上面还可以来个光脚按摩。这样一层水泥一层小石子的小路，简直也太好看了吧！接下来把所有的花坛装上泥土之后，就可以把采购回来的鲜花移植到花坛上，每一颗都要按照一定的间隔来完成移植，最后用山泉水灌溉一番后就完成了这项工作。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这里将成为荒野界最好看的梦想庄园。等它摆放好可移动的花盘后，也到该准备晚餐的时候了。生活要有仪式感，自己制作美食也是一种享受。在最好的时光里，唯有美食与美景不可辜负。快乐其实很简单，工作之余吃着自己做出来的美食也是一种愉悦，用味蕾去感受这个大自然的美妙。外焦里嫩的排骨，肉质紧韧的烤大虾，在野外都是随口可得的美食。难道这也证明不了她是荒野界最强的女总裁？为了每天能吃到新鲜的蔬菜，小燕子可是想尽了一切办法。她决定在木屋侧面开垦一个新菜园，但想到以后肯定会养一些家禽，所以她放下手头中的工作，取来一些竹板，先把菜园先围起来，避免以后会有不必要的麻烦。挖好小坑，用竹筒安装好支撑柱之后，就可以用一些比较长的竹板捆绑在支撑柱上，制作出篱笆墙的锥形框架。随后就可以用一些竹板以交叉的形式插在框架上。不得不说，小燕子的审美观是独一无二的。完成了篱笆墙的建设后，小燕子才回到了地里重新开垦菜园。这项工作其实也并不难，只需将地里的泥土重新翻动，并且开出土垄即可完成。接着把采购回来的蔬菜幼苗移植到土垄上，再用山泉水灌溉，喂饱嗷嗷待哺的蔬菜幼苗，就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。为了犒赏一下今天辛苦的自己，小燕子也即将为自己制作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当鲜嫩无比的牛排骨遇上熊熊的烈火，瞬间就变成了外焦里嫩的一道美食。再搭配五彩缤纷的新鲜蔬菜，这简直就是色香味俱全。所以小燕子和爱虫很快就品尝完这顿营养丰富的美食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小燕子为了增加荒野生活的质量，她确定先给自己搭建一间厨房。大山的天气说变就变，突然下起了蒙蒙细雨，小燕子只好安装好防雨布之后才继续工作，在竹筒的一端开出小孔，把加工好的竹筒安装在小坑上，制作出支撑柱，再架上横梁并且捆绑牢固之后，就可以很方便后面安装屋顶框架的结构。屋顶采用的还是荒野界通用的人字形，接着按照一定的间隔竖向安装一些竹板。虽然这项工作并不难，但也足足花费了半天才把支撑面搭建完毕。随后小燕子又去五金店采购了一批棕榈叶，把它平整的铺设在支撑面上，再把屋檐多出来的部分切割掉，这样厨房的基本锥形也渐渐呈现了出来。当然，墙壁的安装还是采用竹子编织的篱笆墙，把它们用铁钉固定在支撑柱上。没多久，小燕子就把墙壁也搭建了出来。为了在厨房制作美食的时候能更加愉悦，
小燕子决定把地面进行硬化处理，用车子运来水泥沙子，把它们搅拌均匀，再加上山泉水，然后就直接用木棍把水泥沙铺设即可。接着用墨板把地面涂抹光滑，就完成了厨房的建造。当然，厨房的其他设备搭建的往后推，因为现在也到了晚餐时间，一顿营养丰富的美食绝对能让人心情愉悦。小燕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懂得劳逸结合，懂得享受生活，但做起事情来也绝对不会含糊的一个人。这样的人你喜欢吗？这可能是最惬意的荒野独居。女人不仅在大山建设了一套梦幻小屋，还在院中搭建了一套温馨恒远的厨房。新的一天在小鸟的歌声拉开了序幕。虽然昨天已经把厨房搭建了出来，然而没有厨具的厨房怎么能称之为厨房呢？所以小燕子今天的任务是要继续完善厨房的设施，把加工好的各个配件都组装在一起，顶部再压上3块木板，并且用螺丝加以固定后，一个万能的置物架就安装完成了。随后小燕子用车子把砖头搬到了厨房，一层水泥一层砖块的就开始搭建了起来。小狗还在一旁不断地催促着小燕子的工作进度，所以它很快把灶台垒高到一定的高度了。最后在灶台表面再压上3条钢筋，并且用水泥回填，接着再把表面打磨光滑，就完成了灶台的建设。小燕子在小屋换好工作服，马不停蹄的就往后山走去，来到一处水源比较高的位置。因为要搭建一条饮用水管道，所以首选的材料必然是万能的竹子。收集到足够的材料后，用工具把竹子的竹节处全都打通，这样才能使山泉水在竹子上畅通无阻。最后把竹子连接到水源处，每一根都头尾相连，直到把水源引流到厨房的侧面。最后在地上插一根树枝，并用绳子固定牢固即可完成。这时天空也暗了下来，也该到了制作晚餐的时候，还顺便可以用柴火把灶台控干，先把食材处理好。不仅有新鲜的牛肉，还有各种蔬菜，这顿简直不要太丰富了吧。随后在烤炉上升起火堆之后，就可以把各种食材放在铁板上进行烤制。趁着烤制的功夫，小燕子把置物架摆放好，这时香喷喷并且外焦里嫩的牛肉也可以上桌了。一人一狗一顿丰盛的晚餐，难道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惬意生活吗？在这夜景如画的场景里，一人一狗吃得不亦乐乎，简直让我羡慕到了极致。这样的田园生活真的太棒了。小燕子不仅在野外建造了一套梦幻小屋，还可以每天工作之余都能吃上不同品种的美味佳肴。新的一天来临，虽然厨房的建设已经在昨天正式完工，但院子里的设施才刚开始建设。接下来小燕子是否能独自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只见小燕子在小编说话的瞬间就已经挖好了几个小坑，接着取来了几根百年老竹，用尺子标记好合适的长度之后，就用手锯从标记的位置裁剪掉，长的这一端就要来做灯柱，而短的这一段则是用来做灯罩。在这些小竹筒上钻一些小孔洞，当然这么简单的任务怎么难得住他呢？所以他很快就把灯罩加工完毕，随后用一根小竹筒插在大竹筒之中，再把灯罩用铁丝捆绑在小竹筒上，一个复古的路灯就这样完美的诞生了。小燕子为了方便后面的工作，干脆直接就把线路也安排妥当，把线路的一端连接上电灯之后，再把电灯拉进灯罩里。为了防止后续不必要的麻烦，小燕子直接就插上了电测试了一下，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。按照前面的步骤把所需要的路灯都组装完毕之后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作了，把灯柱插进小坑并回填好泥土即可。把小路边缘位置的路灯都安装完成后，他又开始着手把旁边的小路也安装几根比较矮的路灯。等接好电源后，天空已经暗了下来。当他把所有路灯都开启的一瞬间，一种复古的味道迎面扑来。小燕子看着自己的杰作，心里甚是激动，简直就像穿越到了古代一样。那么如果他此时此刻还在这复古的小院中烹饪一道美食，那请问阁下又是如何应对呢？是不是有一种想进去来上那么两口呢？